大家好，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凉拌秋葵、酱渍秋葵以及炸秋葵这3种秋葵做法，希望能让爱吃秋葵的人试试不同吃法。如果你不爱吃秋葵，煎炸伺候后非常有可能突然又变得吃得下了，大家可以实验看看。这次因缘际会，我买到了常见的黄秋葵之外，还有一种皮比较厚、质地比较硬挺的五角秋葵。五角秋葵比较有口感，主要会拿来煎炸用。黄秋葵主要就用来做冷拌和酱渍。在秋葵上撒上海盐后搓揉，这样的方式不太需要什么技术，就可以快速均匀地去除刺刺的绒毛。处理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秋葵表面开始变得比较光滑，穿烫后也会显得翠绿好看。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大量的秋葵，会比起用刀刮来得快速方便。接下来去掉秋葵口感比较不好的蒂头与硬圈。秋葵的皮受伤后会流出滑滑的粘液，这粘液是多糖体，属于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容易入口之外，对消暑也很有帮助。过去我并不是很懂为什么要花费心思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料理同一种食材，甚至还要靠各种技巧来改变食材原有的形态，觉得吃个东西至于要弄得这么麻烦吗？后来家里多了2只狗狗和小孩，才不得不承认饮食的喜好与接受度个体差异极大，有时候不得不靠料理的技巧来提高食材的接受度。以秋葵来说，黏滑的口感与所谓的青味或草味是最容易让人排斥的食感。裹粉后半煎炸不但可以打造酥脆的口感，秋葵的内部还能维持湿润。另外，油炸后的梅纳反应能给秋葵打造美好的香气，只要一点点的技巧，就有机会让人喜欢上本来无法接受的食材，非常有趣。所以我们就先来腌制等一下要酥炸的秋葵吧。盐曲搭配少许的酱油是我觉得非常万用的腌料，入味很快，而且水分不多，不会影响后续炸粉的粘附。等待入味的期间，我们来一趟做其他凉菜要用的秋葵。水里加入盐，可以让秋葵的颜色更漂亮，并且帮助打一些底味。在微滚的水温下烫约1分30秒后，转进泡冰水。秋葵会充分受热，但维持清脆不软烂。如果喜欢吃比较软的秋葵，可以自行斟酌，增加穿烫的时间。处理好后，先来做酱渍，用过滤水、昆布、醋、盐、日式香菇或是煎鱼鲜味酱油调配成高汤渍液，最少泡3小时，可以的话泡1个晚上就可以充分入味。有的人会在这阶段就加入芝麻油或芝麻粒等其他不是必须的调味料，我会建议这些都在食用的时候再添加，味道会比较干净。再来做凉拌，秋葵依照个人喜好切成1至3公厘左右的薄片，切得越厚越不容易入味，秋葵的存在感也会比较强，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再来切些葱白，葱白的味道与香气都比较柔和，量不够的话比较嫩的葱绿进来也没有问题，使用量就看个人的喜好。柴鱼是发酵食材，扮演了提供鲜味的重要角色。日本的柴鱼片会细分有没有去掉含血量高的红肉，味道更加清爽。台湾没那么讲究，基本都是含有红肉、味道比较浓厚的柴鱼片。不管是哪一种，都记得要加足量，成品才会有美好的滋味。柴鱼进来之后，搭配日式鲜味酱油、盐糖、醋、葱等调味料后，就可以来搅拌了。搅拌至秋葵里的多糖体大量的释放出来，整体呈牵丝的浓稠状，这道料理就原地完成了。最后就来收拾这已经腌制一段时间的五角秋葵。首先倒入2至3大匙左右的片粒粉，我们用轻轻拨匀的方式让粉均匀粘附。家庭做油炸物很难每次都起一大锅油，还要搭配温度计做温控。半煎炸是很简便的替代处理方式，有3个小秘诀是成功的捷径。第一，要达到筷子一下去就冒泡的温度，再开始放食材。第二，食材少量慢慢分批放，避免让油温迅速下降。第三，等煎炸到定型上色再来翻面，中间不要随意翻动。看看我们的成品非常漂亮，和起油锅炸的几乎看不出区别。就这样，我们利用了同一种食材，变化出3种吃法。凉拌秋葵的做法可以让秋葵吸收满满的鲜味，无论是淋在饭、面
还是豆腐上都非常的美味，是很适合夏天的减脂料理。酱渍的方式则能展现秋葵本来的风味，作为常备菜取出就可以食用，吃之前可以加入一些芝麻油或是芝麻粒，当然也可以依照当下的心情做后续调味，非常的方便。炸秋葵就不用多说了，是非常美味的点心。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我们下次见。